种花是吧？什么时候能钓鱼啊？钓鱼？不如看看伴随梦境出现的全新的装备加工系统——解梦。探索梦境时，猎人会得到一种全新的赛季道具——梦语。每次解读梦语，大家能够获知一种梦境基底，其中包含一条美梦词缀和一条噩梦词缀。将梦境基底记录到装备上后，装备上原有的基底词缀会被替换掉。值得关注的是，美梦基底能让大家打造出曾经只会出现在传奇装备上的传奇词缀，比如以往赛季中召唤流派几乎人手一件典狱官的胸针的核心词缀，暴击值和暴击伤害的一定百分比同样作用于召唤物，就可以作为美梦词缀在打造的项链上。还有千米流派追求的毕业词缀之一，没有一定点数的敏捷攻击可以附加若干物理伤害，原本是固定在传奇装备鱼焰上的，现在经过解梦后也能打造在单手攻击武器上。西亚众神之尾制的雷云放射是迷城赛季炙手可热的流派，它需要堆叠大量冰冷穿透来置换闪电穿透。传奇装备雷光绝影的冷眼上就有这条核心词缀，每拥有一定冰冷穿透增加一定闪电穿透，但该装备上其他词缀基本用途有限。在新赛季中经过解梦以后，猎人可以将这条核心词缀打造到更有用的法术武器上，岂不是美梦成真嘎嘎乱杀？希望这些传奇词缀与打造装备结合以后，能够为各位猎人提供更灵活多样的搭配方式，期待大家能够发挥奇思妙想，构想一些突破性的 BD 哦。别高兴得太早，美梦基底固然强大，但噩梦基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也不容小觑。比如前缀全部降阶，后缀全部降阶，或是某条词缀转化为一道瑕疵，并且解梦后的装备是无法进行常规打造的，全身最多只能穿戴3件带有梦境词缀的装备。噩梦的存在虽然危险，不过美梦词缀是真的香啊！只要各位猎人选择合适的解梦时机，追求美梦词缀的同时，注意权衡噩梦词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好了。解梦所需要的2种道具浅白梦语和深邃梦语都能够通过赛季玩法。这是火炬之光无限。在解梦系统中，各位猎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将它们分别投入到深层梦境或浅层梦境中。之前就听说过这款游戏，满足自身在游戏不同阶段的追求。一直没玩，我想先来了解一下这款游戏。比如上面我们介绍过的非常厉害的传奇词缀，今天他应该会详细的去说一下。中也不乏一些强力的词缀效果。比如词缀升阶的效果，就可以帮助玩家在游戏前期得到更好的过渡。别说我又来泼冷水，在深层梦境中，过一段时间它就上线了。次数及可读性是有限的。如果装备上既有典狱官的胸针的核心词条，也有一道瑕疵，这似乎也不太体面吧？确实，要去觐见女王还是体面点好。这位女王也就是新的至高首领太阳女王帕洛玛。在梦魇赛季这多梦的长夜里，他再次睁开金色的眼眸，邀请勇士们向他献上无尽忠诚与爱慕。梦魇玩法中会掉落特殊的门票——女王恩宠，消耗门票可以从伟大虚空中挑战太阳女王。想必大家对这位女王有着深刻的印象，在1级之旅中，她和大家有过一面之缘。如今大家将有更多的机会去觐见她，战胜她，将自己的名号刻在长夜尽头太阳升起的地方。你那是去觐见女王吗？你那是馋人家身上的掉落。其他太阳女王馋人家身上的掉落，限定的传奇装备之外，还必定会掉落珍贵的赛季通货，也就是为自己打造的装备添加传奇词缀时必不可少的深邃梦语。那个放限定传奇装备的部分，我们会在稍后的内容里进行详细介绍。接下来还是先欢迎刚刚加入火炬之光的新英雄。这里是圣德兰，我学了3年规矩的地方。从成果来看，我起码学到了90%。见习骑士罗莎，这头发像假的。你是说刚刚那2个人戴的那个头发是吗？降下宽恕。我也觉得像假的。现在签稳我的脚签，
是忏悔吧？忏悔！我他妈居然忍了你们3年！我就说嘛，这个英雄看起来不像是那种软弱的样子。圣灵在上！圣灵说要英勇。主持人的头发是吗？圣灵还说，这还用讲？我觉得肯定是假的。圣灵还说啥来着？哼，他算我的事情，我自己说了算。这个女英雄看起来挺强的哟，新爵士。好久不见，感觉。来自圣界骑士团的见习骑士12月29号没几天了。罗莎具有强悍的生存能力，不论是与劲敌单打独斗，还是遭受大量敌人的围攻时，都能表现出过人的毅力。拥有强大格挡能力的他，如果装备盾牌，能更好地发挥他的优势。通过格挡敌人的攻击，罗莎能够恢复斗志。在积攒了足够的斗志后，罗莎能够消耗斗志，开启特性技能圣光领域，将周围大范围的敌人拉入领域内，并通过持续消耗斗志的方式维持领域。圣光领域会给予罗莎强大的战斗能力，在领域内没有人是他的一合之敌。随着罗莎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在装备其专属的英雄追忆和遗物后，罗莎能够解锁更多的圣光领域效果，可以用持续引导的方式释放圣光领域，不断地将周围的敌人拉向自己，也可以自动锁定目标，释放圣光领域，然后飞向敌人，让任何企图偷袭的敌人都无所遁形。不过我听说他脾气不太好，疯起来连自己人都创。有一些家伙急着送命，别让他们等待太久。罗莎已经不耐烦了，我们赶快继续介绍新的内容吧。下面是几个全新的法术技能，一个全新的激发技能追猎星芒。释放该技能后，将会向前发射一个会持续追踪劲敌的投射物，这个投射物会展开一片持续跟随其自身的区域，在区域内时，猎人可获得增益，使造成的持续伤害额外增加。当投射物接近劲敌后，还会附着在劲敌身上，直至其死亡或投射物持续时间结束。当劲敌死亡后，投射物会追踪新的劲敌。世道真的变了，持续伤害都有自己的激发技能了。不止踩了持续伤害哦，上位技能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引导技能。这个投射物挺好用的。引导结束时，释放调谐立场，立场使少位造成的伤害额外增加。当前每层引导层数会增加该效果。此外，当引导层数到达上限时，释放调谐立场还能够使自身一定范围内的少位的持续时间增加。刀锋回旋，一个全新的投射物技能。这个技能的机制类似回旋镖，释放该技能向前投掷一个永远穿透的投射物，飞行固定距离之后还会回到猎人手中，并且回旋镖的伤害频率会受到施法速度加成。最后，全新的射线技能雷暴射线。顾名思义，射线是指释放该技能可以向前发射一条能够穿透敌人的闪电射线，而雷暴呢，则是指每释放一定次数，这个技能还能额外召唤一个跟随玩家的雷球。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雷暴射线还是一个不需要引导的射线技能。这满屏的光污染，什么叫不需要引导的射线？报销一下我的墨镜。墨镜没有，但是有传奇战士护目镜。说到这个，我要介绍一下另一件来自古一级的全新传奇装备。古一级有一位被所有勇士倾慕的太阳女王，也即是在新赛季加入到伟大虚空的至高首领。那么为何每一位拜倒在女王裙下的勇士都相信女王对自己情有独钟呢？因为她会掉装备。给勇士的这条腰带功不可没，它就是传奇腰带泛泛清新。它会针对佩戴它的每一个猎人所打造的每一件装备给予不同的属性增强。猎人从拥有这件装备开始，甚至连一道瑕疵都不再是装备上霸占词缀栏位上的晦气存在，反而具有一种独到的利用价值。你的下一道瑕疵何必是一道瑕疵？
瑕疵先不提，我们还增加了一批作为双生梦魇玩法限定掉落的传奇装备，比如一块名叫蝶翼的盾牌。从青云的名字不难推断，这是一块敏捷属性的盾牌。不过，青云的蝴蝶还指代可能掀起飓风的蝴蝶效应。猎人装备这块盾牌以后，也需要精准地把控自己的属性，在护甲、闪避和护盾值中做出妥善权衡。以梦为题的赛季，设计师怎么可能不玩庄周梦蝶蝴蝶效应的烂梗？烂梗也先放一放，继续介绍另一件有意思的传奇装备。以复兴者的银料为例，穿上这双鞋子，猎人每移动2米可以获得一层名为复精前行的 buff， 它的效果非常特别，会减小使用者的体型，额外减少暴击值和失去生命护盾魔力等负面效果。不过猎人可以通过移动来调整 buff 的层数，从而将负面效果转变为增益。以闪现技能为例，通常一次闪现的距离为10米，可以累积5层 buff， 也就是得到增加400%的暴击伤害，额外减50%受到的物理伤害等等增益。相应的，对猎人的要求就是接下来的2秒内不能移动超过6米，否则会持续叠加负面影响。你是怎么关注运动步数的，就怎么关注移动距离吧。如果没有负面影响的话，我一路急着说下来，有点牛。接下来这位更是重量级，我们为各位猎人准备了一个 BD 毕业级别的终极追求，不仅效果惊人，更重要的是每个角色每种 BD 都可以装备，那就是一块非常珍贵的神格石板鹅火燎原之刻。当前神格石板星星鹅火的效果是单独复制一块相邻石板的最后一条天赋，而鹅火燎原之刻将能够复制所有相邻石板的最后一条天赋，当然核心天赋依然除外。为了让更多猎人拥有它，我们还设置了多样的获取渠道，猎人可以在指定的异界位面中刷到兑换它的记忆荧光，这不得人手一块。当然，每个赛季我们都在努力进行平衡性的调整。对于迷城赛季使用率较高的 BD， 绝大部分我们只会进行小幅度的调整，并且未来的调整都尽量按照这个方向进行，鼓励各位猎人在今后的赛季中持续探索不同 BD 的可能性。更多的，我们会关注并优化大家上个赛季里不太乐意使用的英雄、技能和传奇装备。不过时间有限，我们目前仅完成了一部分的调整。假发一再存疑。在英雄特性方面，我们的目标仍是这么好看的一定是男孩子，能够有足够的强度，并且持续对强度不足或机制有缺陷的英雄进行优化。这次主要优化的是冰焰、吉玛的冰结之心特性和时空见证者尤加的时空流逝特性。为了拯救冰结之心，我们对冰结和冰封状态进行了较大调整。现在将敌人冰封会比之前更为困难，但冰封状态能够施加给全部首领敌人了。虽然并不会使他们无法行动，但是会使他们造成的伤害降低。相应的，冰结和冰封相关的机制也会有所调整，比如秘术师天赋板上的核心天赋刺骨极寒的效果，现在改为你施加的冰封将获得额外效果，每隔0.1秒减7%冰冷抗性。该效果最多叠加20层，并在失去冰封后重置。冰结之心本身围绕冰封状态进行设计，现在它可以利用冰霜脉冲更轻松地对大范围内的敌人施加冰封状态，同时它施加的冰封状态会比其他角色效果更强，以及拥有其他额外的效果。至于时空流逝特性，它的扭曲时空现在能够记录进化切割造成的伤害了，同时持续伤害相关内容也有所调整，持续伤害的整体强度相应的会有所提升。你就说冰结之心和时空流逝等了多少个赛季了吧？赶紧的，快讲讲技能调整。技能方面呢，本赛季主要是针对强度的平衡，比如抛射投射技能分裂后的伤害降低比例从80%调整至50%。灼热射线发射的多条射线，在击中同一个敌人时，也不再会有霰弹效应的伤害降低。No， 英雄伤害100，通过提升技能类别相关的收益，提高不至于吧？不至于吧？射线的养成体验和那大家不都去玩新英雄去了吗？抛射和射线技能都加强到这份上了，你们没有发现是同一个人吗？2个主持人是同一个人吗？另外，关于传奇装备，我们也调整了一批拥有特殊机制但强度不足，不是吧？或者是词缀有效率不够高的传奇装备。
如无尽黄昏之弓和缠瑞，大幅度提高了特殊词缀的强度。各位猎人后续可以尝试围绕它们构建 BD。而不燃之火则移除了部分很难被利用到的词缀，换成了更加泛用的词缀，以扩大它的应用范围。对于帝王真威，随着打造系统的修改，帝王真威的使用率直线下滑。那么改版后的帝王真威就需要猎人去平衡传奇装备和打造装备的数量，再次发挥它的强度威力。好了，详细的记得去看之后发布的赛季更新日志吧。功能优化。上赛季我们收到了很多大家，我觉得两个主持人不是同一个人碍于工期无法立即做出调整。不过我们痛下决心，让很多体验优化得以在这个赛季里上线，和大家见面。首先要告诉大家的好消息是，新赛季里我们打通了欧服、美服、亚服和中国服的交易行数据，统一为一个交易行，并大幅减少上架延迟时间，由最大值60分钟调整为最大值10分钟。通过打通交易行，希望为身处各地的猎人提供更大的市场，使物品种类和数量更加丰富，进一步遏制商人炒货的情况，助力各位猎人以更公道的价格买到心仪的物品，同时也让猎人持有的宝贝更快地转化为更适合提升自身的通货。需要注意的是，仅交易行交易的物品数据互通，账号数据是不互通的。没错，就是针对奸商。另外，我们为想要挑战极限的猎人们提供了额外的游戏模式选项。新的赛季开启后，猎人们可以选择将角色创建到特定模式下，是火炬之光无限、专家模式和独行专家模式。独行模式下的角色无法使用。我想要玩这个游戏，想先了解一下。死亡后将在当前赛季变得不可用。只有在赛季结束后会合并至永久服，变成标准模式的角色。他为什么说排骨狂喜啊？你们看到了不？是拥有独行模式和专家模式下的所有规则。我已经开始期待那位大神又下凡了。大神下凡前一定要注意，一旦角色确定了游戏模式，在当前赛季中将无法以任何方式改变该角色的游戏模式。在当前赛季结束后，所有游戏模式下的角色都会变成永久服标准模式下的角色。在以往的游戏体验中，我们发现随着游戏内掉落物种类增加，如何快速识别掉落物的价值，提高拾取质量，给玩家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因此，我们这一次不可以都捡吗？自定义过滤器功能，猎人们可以自由设置每个道具、每个词缀的过滤条件。由于游戏内绝大部分掉落物都不需要鉴定，所以大家能够使用过滤器直接定义自己需要的掉落内容。我们期盼这个功能有效提升玩家的拾取质量，让大家掉的装备不可以都捡吗？打宝体验。此外，往往越资深的猎人，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要。我们支持各位猎人分享自己编辑的过滤器到游戏内聊天框，或是分享过滤器码到游戏外，方便各位猎人相互交流与学习。以后只要没被过滤掉都随便捡，主打一个简单无脑。不过友情提示，开新号的时候记得确认过滤器方案。优化了过滤器之外，我们还注意到随着不同玩法的掉落增加，当猎人想要切换器灵方案时，需要进入系统后多次点击选择。我们在主界面增加了切换器灵方案的功能，以方便玩家在战斗中配合不同玩法快速搭配器灵方案。打开厄运魔方的界面，才想起没有换上复兴蔷薇，或者刷完混乱把好装备都过滤掉发出来。这个功能大概能减少这类惨案的发生吧，大概吧。为了方便各位猎人更好学习参观 BD， 我们新增了流派参考功能。现在老猎人们可以直接在游戏内上传当前角色的构成配置和 BD 描述，在游戏内分享自己的流派到聊天框，或是粘贴流派码到游戏外，这样其他玩家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流派码获取您的创作。告别以往新猎人对照视频一步一步调整，最后结果却不尽人意的窘境，减少转换流派的时间和试错成本。猎人们可以浏览所有上传的 BD 信息，当应用参考 BD 后，会在多个养成系统、天赋选择、技能选择、传奇装备选择中获得来自参考 BD 的提示，适合小白。为新猎人学习理解复杂的 BD 机制。主播哥哥、妈妈、
随着游戏内容的增多，现有的帮助手册已不便我们查阅核心战斗知识。为了帮助各位猎人更好了解复杂的机制，并以此构建更多有趣的 BD， 此次我们重置了帮助手册系统。我们对游戏的核心机制进行分类展示，以方便各位精确查找内容。比如战斗机制，现在主要分为基础机制、伤害相关与生存相关等几个部分。其中生存相关内可以清晰明了地找到生命、护盾、返还和抗性等等游戏内经常会用到的机制。同时，我们也规范化了机制描述，补充完善了机制内容，并且会在后续更新中持续加入更多核心内容，最终实现游戏内 Wiki 的功能。切，谁家好人玩游戏还查字典啊？异界玩法调整。异界玩法也是上个赛季里大家重点反馈的地方。迷城赛季中混乱清洗改版，人格卡牌负责提供不同的刷图策略，混乱卡牌则提供惊喜和随机性的体验。但显然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因此我们这个赛季将重点调整优化该系统。首先，我们发现进入赛季后期，卡牌的组合方式比较单一，常规的玩法策略失去了吸引力。没错，说的就是你，小点战神。为此，我们新增了一批针对玩法的人格卡牌，这些卡牌专注于改变玩法本身的体验，或是大幅提升和调整玩法的掉落奖励。猎人们将可以把更多的卡牌资源投入到单个玩法上，从而获得完全不同的玩法体验。我们希望大部分的异界玩法是拥有吸引力的，并且可以作为一套人格卡牌的核心策略。比如严肃机械，带上这张卡牌时，每当机械之神进入新的波次，都会使这次玩法的掉落数量额外增加，但代价是机械之神的神像将会变得极为脆弱。而敦厚机械这张卡牌则有概率让机械之神的适应中出现额外的一波进攻，进一步放大严肃机械提供的多次收益。不要怀疑。如果你觉得机械之神玩法太过拖沓，不妨带上友善机械，它可以大幅降低怪物的进攻间隔。当然，前提是你不会被怪潮吞没。友善机械就是让怪物快速来吞没我，是吧？更多的猎人的实力可以挑战时刻8之后，5阶信标开始供不应求，信标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许多猎人只能被迫回去刷时刻7的意见。为此，我们不仅提高了时刻8中的高阶信标的掉落概率，同时额外提供了一批可以定向增加5阶信标产出的人格卡牌，希望能在游戏中后期保证大家时刻8的刷图体验。比如庄重，它会使关卡中6神玩法的掉落数量额外减少，但6神玩法将会有概率额外掉落1枚5阶信标。没头发露出来，配合多个6神玩法的头发盘起来了嘞！要戴假发的话，肯定要盘起来。不出意外的话，咱们很快就能在克8买房了。买房之后，当然要用异界卡牌做软装。由于人格卡牌的整体数量增加了，为了让猎人们能搭配出自己满意的刷宝策略，我们将人格卡组的上限提升到了12张。我是谁吗？在此基础上重新平衡了每一张卡牌的数值。同时，为了让猎人们更快获得成型的人格卡组，人格卡牌的最大星数值由5星降低至3星，但满星时的强度保持不变。而对于混乱卡牌，我们删除了大量低价值的混乱卡牌，并新增了一批收益不会受人格卡牌影响的混乱卡牌，来保证这些卡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具有吸引力的。并且，为了让猎人们能更多地刷取自己想要的混乱卡牌，现在每一轮对抗开始时都会额外抽出一张最大进度为2的混乱卡牌，用于快速结束这一轮对抗，彻底告别抽到不满意的卡牌还要硬着头皮打完的糟糕体验。别站了，别站了，老刘亏的都开始坐公交了。这两个，你看这两个，当然，他们是同一个人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像同一个人哎。难道他们是？你看，一个是温柔风格的，一个是迷城赛季里挑战特别高傲的那种风格的。输出能力的提升，暴露出怪物出现的速度及频率较慢的问题，导致整体战斗节奏会变得有些拖沓。因此，我们缩短了勇者之路内怪物的生成间隔，
让怪物间交替的衔接更加流畅，极力避免玩家站在原地空等或者只有少量怪物去挑战的体验。为了保证各位猎人的基础游戏体验，我们大幅减少了刷图的 loading 时间，并且提高了掉落动画的速度，减少了掉落动画的间隔。我们也在不断进行性能优化，包括 buff 和持续伤害的性能，一次技能同时击中多个单位时的性能，异界怪物词缀性能的优化等，希望能有更为稳定的帧率，给猎人们带来更具沉浸感和流畅性的打宝体验。我们发现，在迷城赛季中，猎人们普遍反馈赛季玩法会打断刷图体验。此后，迷城玩法将成为一个我就是在干正事，这是一件非常正经的事。这游戏就快上线了呢。随机出现永恒迷城里的怪物，玩家可以通过击杀这些怪物，等会我再打血战，来获得那我先了解一下这个游戏。迷城残响，并自行选择前往迷城的时机。通过利用门票进入迷城的方式，我们希望保证猎人既能获得流畅的异界刷图体验，是不是无法制作？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的挑战迷城玩法，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因此，调整迷城玩法的参与方式之余，其限定掉落的道具魂烛也取消了不可交易的限制。各位猎人既可以售出对自身无用的魂烛，也可以直接购买其他猎人已经合成好的强大魂烛，无需再为获得适宜的魂烛被迫反复的投入迷城玩法。同时，由于无限永恒迷城在迷城赛季属于非常后期的玩法，导致部分玩家没有参与到游玩过程之中。在新的赛季里，无限永恒迷城不再需要通过永恒诗篇解锁，猎人们可以在永恒迷城等级达到83级后，直接挑战更高阶的无限永恒迷城，并且每突破一阶新的无限永恒迷城后，将会一次性使迷城等阶在当前已通关的等阶基础上加5，希望能够方便各位猎人去挑战迷城的更高等阶。我听说阿宽之前已经被这个问题的反馈淹死了。被这个问题的反馈淹死。这个赛季除了会像以往一样新增3只传奇器灵和多个高级时装外，我们还对器灵恩赐的规则和复活币规则做了一些调整。购买赛季手册可在1级就解锁新英雄光耀罗莎，并在之后的等级里陆续解锁高级拾取功能、拍卖行摊位页、贝氏和传送门时装等等。新赛季将有很多新时装登场，比如技能特效、烈焰斩、爆炎术和闪电风暴等等。我还是个喜欢第一个那个烈焰斩。不会开机甲的骑士不是好战士，厌倦了冰焰。不会开机甲的骑士不是好战士。他现在已经下雪了。我们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时装形式，如英雄动作、无敌2号皮肤、掉落特效。无敌2号皮肤，这个欠揍的外观，或许能够让你更有提高。看着真的很欠揍。定制化的动作更能展现英雄的魅力。罗莎动起来就有一种准备顺着网线过去揍人的气势。有了这件掉落特效，掉在地上不想捡的垃圾传奇装备也能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传奇掉落器灵木灵人，如果你想在这是属于比较暗黑风格的刷子游戏，我觉得这光算是老 IP 了，肯定是在梦中帮你负重前行的最佳伙伴。毕竟它有4条腿，4条腿的器灵不好找，2条腿的胖子有一个，那就是战斗器灵永夜狂杀。它会为猎人们提供格挡相关的收益，是具有强大格挡能力的光耀罗莎的好帮手。你们看他手上拿的是什么玩意儿？他的外环天赋是，如果最近格挡过，击中时淘汰生命值低于15%的敌人。说完野兽，再说说美女。我们的全新战斗器灵美玉巫灵，除了为猎人们提供更多控制类状态效果的增益，还可以给敌人附加瘫痪或虚弱。这意味着，当猎人想要利用阿瑞亚相关属性的传奇装备，比如传奇手套、虚光之翼或传奇头盔、飞光破晓，可以减轻一些四处寻找和拼凑3种控制状态的麻烦。上个赛季，我们通过简化异界打宝策略、打造改动等方式，让更多的玩家这个划分有点像那个欧美那种卡通分蒸汽朋克的感觉。我们重新思考了赛季器灵的定位，决定在保持过往赛季器灵不变的基础上，
对新出的赛季掉落器灵做出如下调整。蒸汽飞机吗？首先，赛季器灵抽取整体打8折，8个器灵结晶庆典便可以在赛季限定的器灵卡池里进行器灵10连抽。其次，加入一批高性价比礼包，如器灵相遇礼包，内含元晶、器灵结晶、庆典等实用道具，最高获得额外130%的价值，立享4.3折。最后，虽然取消了赠送3季的赛季活动，8点再刷吧。器灵的保底概率从25%调整到了50%。如此一来，首支赛季器灵的保底价格大幅下降，后续的器灵升星也会更加平滑。通过上述的改动，我们希望大幅减少首支赛季器灵的获得成本，以让更多的玩家更轻松地去启动每个赛季，享受到每个赛季的乐趣。关于复活币，以前只能做到96级，为了方便猎人们冲击英雄榜和多拿几个关键的天赋点，我们放宽了复活币的使用限制，复活币将可以帮助角色升至99级，而100级作为角色成长的重要标志，依然需要大家谨慎的累积经验以达到该目标。以上差不多就是本次赛季前瞻的全部内容了。你真没忘了什么东西吗？哦，对，答谢礼。感谢大家对本次赛季前瞻的支持，现在为大家送上答谢礼包码。大家在游戏的兑换码功能输入礼包码后就能兑换了。每个赛季除了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游戏内容，我们也会针对大家重点吐槽和反馈的地方做优化。毕竟要做好一款游戏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大家此前多次提到的掉落过滤、BD 一键分享、器灵快捷切换、迷城流程优化等等，我们都尽力安排在新赛季中时装上线，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好的游戏体验。同时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以梦境为主题的赛季玩法，喜欢帕蒂今天的表现。12月29日10点，双生梦魇赛季我们不见不散。12月29日快到了，最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彩蛋，用来做这次赛季前瞻的结尾。圣诞树哎，礼包码他们都发出来了，我不用记了。夜幕刚刚降临时，没有人害怕这朵睡莲，它似乎全无害处，只会在绽放时带人们进入梦乡。起初只有做不完的美梦，到处是五彩斑斓的泡影，闪闪发光的珍宝。睡莲开过还会再开，高级点，你这厉害了！直到你把礼包码都记下来了。的潮水变成猩红色，噩梦降临，恐惧、迷失、孤独渐渐吞没了他们。那些睁大的眼睛里还倒映着珍宝的泡影。夜幕又要降临了，千万别被困在梦中。双生梦魇演，还剩没几天了，今天到23号了，29号，6天。这是那个新英雄的剑，新英雄的剑跟盾。有一些家伙急着送面，别让他们等待太久。这新英雄可以去体验一下哈，到时候去弄这个新英雄。从成果来看，我起码学到了90%。见习骑士罗莎，你要忏悔对吉冈大人的不敬，祈求圣灵降下宽恕。现在亲吻我的脚尖，是忏悔吧？
忏悔！我居然忍了你们3年！这柔沙有点酷啊！灵在上，圣灵说要英勇，圣灵还说要谦卑，圣灵还说啥来着？哼，他算我的事情，我自己说了算。他算个屁！好久不见。Hello，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继续收看《火炬之光双生梦魇》赛季前瞻直播。那经过刚才帕蒂小姐的介绍，想必大家一定有比较多的疑问和其他关心的地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对大家比较关心、比较在意的地方以及弹幕的提问做一个答疑。我是哎呀阿宽，我的伙伴哎呀呀呀，然后今天也请到了2位嘉宾猎人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老孤独。大家好，我是小兵仔。对，今天我们请到2位嘉宾猎人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一个解答。那看完这个片子，不知道2位应该有一些弹幕，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弹幕被吞没了，大受震撼。刚才我看了一眼我的直播间，把画面给吞没，66666改得好之类的。就这个集市打通了之后呢，对吧？之前就有很多小伙伴问我啊，老孤独怎么办？我这个国际部刻了这么多的器灵跟时装，我说不想回国服怎么办？现在呢就不用纠结这些了，然后呢就这个赛季玩法。这个赛季玩法可能会把你的装备变得更强，也可能把你的装备变成垃圾。对，那加上这个打造系统，对吧？应该没改吧？然后就没有加上只要打造系统，然后可以把这个装备做成神装。我的包，我的可以把它变成破烂，然后就又要做装。如果你追求神装，就又得做，对吧？又消耗通货跟材料，然后呢，这些通货跟材料就会保值。你不懂，这是精髓。很想体验。是，说明人家专业。互通之后，我刚刚看到弹幕就是有说我们下赛季开服时间，就是我们这个也做了一个改变，就是我们全球的开服时间现在是统一的，这样就不会出现像不会有偷跑这个情况。是的，就不会是说，哎呀，我国际服先跑2个小时，那等我开始玩的时候物价已经崩了。模范了！先看别人直播2个小时。对，现在不用了。那兵仔，你看完这个片子的有什么想法吗？为什么又是小兵仔这话？植入了双生梦魇的玩法嘛，就是有美梦跟噩梦，然后就在美梦积累到一定层数之后呢，它就会有概率会遇见噩梦嘛。是。那其实这种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比如说我现在叠了2层3层，然后比如说20%出现噩梦，但我可能就这20%我就遇到了，然后我在前面可能帮我积累到很多奖励。但如果我叠到很后面，玩这人就会掉头发，人家是研究这个游戏，对。然后叠到90%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还是运气好一点，我还是还能再叠一点。那就是这种就不确定性，包括它的可玩性。你看这个小兵仔，他头发多么的茂盛。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们，我看到植入了就是很多一些。藏装的就射线类技能的都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嘛。是的。那我们其实到后面很多人都是追求一点快速刷，然后就自走的类型的。刚才的小姐姐，就是我们的刷塔45层是优化的。我一想，我刚才的小姐姐呢？刷怪变快。那如果这种就是已经当拎出来展示的话，会不会就是说这个它的射线会很强，然后到时候我就可以就用这个东西，然后我就保证我生存，然后就站在中间，直接就刷塔就特别流畅。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很多游戏机制上的，包括掉落过滤，包括说拍卖行的改进，包括说就是数值上的一些详细说明，也会让包括可以分享 BD， 还有可以分享过滤器这些东西，我觉得很便捷。对于玩家来说，其实我觉得整体改动还 OK， 挺不错。对。那从体验优化上，我们确实也一直在听大家的声音，也有尽力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来做出一些改动。那2位今天应该也不会是空手而来，应该带着很多水友或者是大家的朋友、社区各种空手而来。我看他手上只有一张卡片。拷问是，那谁先来？孤独。我先来。
首先是这个 bug 的问题，咱们每个赛季都会出一些新英雄新技能、新的机制，对吧？这些新东西呢，你肯定不能保证它100%没有问题，对吧？那么它出现问题之后呢，要怎么去解决？不要像上个赛季那个冰魔灵一样，哇，真的是一改，然后突然一改，爆炸了，就全部都在吐槽，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啊，我觉得针对上赛季魔灵这个问题，还是要向大家道歉，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的失误，已经导致这个问题。我喜欢这个假设的。然后，但实际上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因为其实像上赛季出现魔灵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也复盘了很多，我们发现其实就是需要加多更多的测试环节，以及包括我们在出了一个新机制之后，如何能够因为越多新机制就越难测试嘛。其实像上赛季出现的魔灵，就是我们疏忽了就是一个英雄特性不能够反复被同一个职业穿戴这个问题，所以这也导致了就是它的伤害无限叠加。而其实我们像在赛季中做这种数值改动，我们是其实尽可能能够避免的。但实际上就是说，像上赛季冰魔灵实在是在赛季初期，然后就出现爆装，然后我们自己内部搭了一下，发现就我们但凡装备好一点，它直接就把整个游戏打穿了。不用装备好一点，装备2个遗物就行了。是的，所以就在这种情况，非常高。对，我们只好没有办法，就是把这个 bug 修复，然后也导致大家体验不是特别好。确实，对，这样确实是把强的英雄改弱来，所以我们后面赛季的话，其实像每个新英雄出来，包括新机制，我们都是希望就是能够尽可能全面的把这个所有可能会导致问题的这个方法全过一遍嘛，因为毕竟广大玩家的智慧还是很恐怖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可能够希望保证大家在游戏赛季初期的体验，对，能够避免这些不应该出现的问题。藏老灯了吗？然后就是什么叫藏老灯了吗？奸商炒货这个问题，刚才视频里面也说到了，对，但打通了拍卖行这一点，我觉得还不够。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有，这个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bug 的吗？没 bug， 我是不信的。包括是工作室起号，然后我刚刚有提到，如果这是弹幕说的，而不是我说的。有一些工作室会尝试从我只是一个念弹幕的，我们有提前部署了一些策略，然后其实包括我们是这些策略，这头发一看就很可靠，那个光头是吧？赛季也有上线的一部分，就是包括你对交易行或者是一看就知道是加班加出来的。扫货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机制来检测，然后以此来对你进行一个判定和处罚的。然后这个细节我就酒馆老灯相应的手段，是那个打击了一下工作室，头发比较稀疏的嘛。有什么问题？这样形容人家不太好吧？应该是形容他组队模式嘛。然后这个视频其实也看到，就是一个看起来很专业的。未来对组队模式的这个规划，然后包括说，如果假设上线之后，它后期是以比如说我们2个人一起玩，然后我们可以因为2个不同的看起来很专业、充满智慧的，就是酒馆老灯机制更流畅，还是说只是单一的我就能组队？比如我带你开个荒，然后我就随便打一打，就有一个人开始都是认定 bug 的，不想改了就说是机制。组队的体验是跟单人是不同的，就是可能玩家会因为组队系统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比如说我辅助你，然后你能打出超多额的伤害。我就想这种，对，这肯定是我们在设计组队的一个美好的期望，这当然这是我们的目标。然后至于上线时间线，我们不太好透露，但是我只能说，我和宽已经在内网环境玩过了，就它不是一个玩过，对，它不是一个新建文件夹状态，而是它已经是一个成品，只不过我们希望能够打磨得更加好，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更合适的时间上线。对，然后时间点更合适，大概能。就是具体可能不是好透露吧，反正不远的将来，对，但是一定我们是对，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应该不会在赛季初，它毕竟会产生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能更倾向于在赛季中以活动的形式上线，对，所以的话是这样的。类似于言尽于此，再多进去出来6张，就这个东西没有更多的透露空间了。然后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确实就是一些 BD 之间还是可以有配合，但是可能不会像我们玩 MMO 那样会有严格的 T 奶这样的职业区分是没有的。对，就是明白。可是可能比如像光环这种东西会有些小配合，但是不会到严格的职业分工这样，就是组队还是比较自由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对，不会给大家太多的负担。对了，你说到光环，这个赛季每天都是送你5张卡，你很厉害，我进去都是送他6张。光环溜的，这个光环他砍了没有？
这个实际数值以上线为主。我送给他的盒子他都给你了是吧？会尽快把我们整个的版本更新公告放上去。我只能说还可以玩。对，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代价。对，毕竟我们会希望玩家有足够多的这是火炬之光无限。就像刚刚提到的攻坚，就是我们现在在加强很多射线技能。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之前会发现，就是自走技能能够满足玩家刷图攻坚的所有需求的时候，那攻坚技能其实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赛季大幅强化射线技能，是希望能够最起码在游戏初期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分，就是会觉得我上来我想打动怪，我可能会以牺牲刷图手感为代价来提高我的伤害，能让我前期更顺畅。对，等到后期把自走再作为自己的一个终极目标去追求。对。那刚刚说到的，说前期如果用这个会更快，就证明说这个加强很多。一切已上线，那就是我们说强不强，我们说了不算，对大家体验到之后才对。是的，我怕现在我看不懂，结果你们看得懂吗？我看不懂。会有一些。那就是刚刚我所说到的，就是说如果假设这件技能藏装的类型的很厉害的话，那刷塔就会更流畅。那现在就什么游戏啊？我们刷塔会更快。那相比于我们 S1 的魔方赛季来说，它的速度是跟还原成以前一样了，还是说更快了，还是慢了？有，你说塔刷怪的速度吗？对，就产生怪的速度肯定是比以前快，但具体到最快的时候，这个我还不太确定。但有一个要补充的就是塔，我们的一些强塔在40层之后，比如45层，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高的难度了。现在在这个赛季里面，就其他之前的难度没调，然后刷怪加快，但是45层现在变得比较难，它可能是整个赛季最难的。对，现在45层塔的难度，对，45层。终局游戏的难度，对，可能可以当做一个整个赛季终极的挑战。它的对，就是没有东西比它难了。可以这么赛季终极 BOSS 都不行。对，就是如果再出现挂机刷15层，那说明它实在是太厉害了。对，反正45层已经跟之前不太一样。对，然后刚才那视频里面提到那个强化版的吸星而火，它在那个记忆荧光在哪里报？就它的记忆荧光在哪里会产出？这个应该。它其实定位是属于我们整个游戏最稀有的后期追求的一个你们不看弹幕看直播干嘛？具体还是以上线前的这个版本公告为主吧。它这个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现在马上上线，但我们也在内部跑测中，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所以现在我说的数值不一定准确对，但是到时候会统一在公告里面写出来。对主要刚才看那个弹幕都说好，这个好强，好牛逼，是的。然后。你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个记忆荧光多少张能换一个？10张、20张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很上线，没注意看。对，因为它的强度确实比较高。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还是希望给大家在大后期，然后中局有一个比较强的动力去刷图，去积攒它，积攒这个东西。所以到时候具体看上线之后，大家可以。游戏里面看一下。那就是在内部你们有测试或者在设置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拿个对比就缥缈嘛，就是很难考。就是如果假设这两个来对比，有就是说你们在计算的时候或者设计的时候，有说这两个的掉率就偏高了一点，还是低了一点？刷血了，8点刷哈。5孔缥缈就和5孔那个缥缈嘛，5孔吧，应该就5孔缥缈，5缥缈，我觉得应该是5孔缥缈级以上的水平。对，就反正终极难对，应该是一个最终极的追求。我觉得应该是高于薯条的，反正还高于薯条，我感觉应该是高于薯条的。那有没有可能直接报这个东西的成品出来啊？当然是可以吗？应该可以。上线之后，对，要上线版本，又是上线之后才说，说到好像没说。可以。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提的问题都不回答，还有什么问题？本来这个小煤层，咱们是可以吃这个地图的掉落跟这个人格塔的加成的，对吧？然后现在咱们用碎片进去，是不是没有这种加成？就等于这个收益缺了。被迫是不知道地图词对，但是我们也那不是挂了吗？还是相当不错的。对，他补了今天我们看数量，然后据我之前的了解是有补了一些
西，比方说像随机的混乱改这样的东西，所以它的收益其实还没有惊喜的，但是可能不会像意见那么稳定。不是这个游戏马上就要上线了，对，我想多了解一点。29号输液就上线了，对，到时候对，因为带着你们打呀。玩法，所以我们下个赛季在养成的时候，肯定是希望它能够玩家更快的。对，那个门票能交易吗？这个税可以的。对，所以其实是可以有，比如说那就是我可以做一个特化玩这个玩法，血跟10几个 boss 血量叠一起是吧？不会吧？我觉得血量挺好的。在迷城里，但是它的门票也是异界，你们就是阻止我学习新知识的它不会自己从里面绊脚石，不会自循环，还是要从异界。其实跟勇者之路有点像。那就是刚刚说到可交易嘛，就是如果我是自己合成的能交易吗？就是已经合成过的也能交易。说魂族蜡烛啊，可以的，都可以。魂族是合成的也可以，对。然后那个魂类合成的材料，保守了15天是什么玩意儿？是产出量，刚刚好像你说是啊，你说煮那个有头有加。明天带你们看15天。那刚刚说到异界的那个东西，就我们15天发生一个调整了嘛？哎，不是，那就是我们其实在上个赛季，我们这叫了解新的知识，好吧？他29号就上线了，我想玩一下，然后对他就直接刷，不是很了解，就是这个确实很尴尬，就是对。那15年我都变成老爆米花了。对卡牌方面的有什么就是大的变动？我们好像刚刚上面没那么清晰。其实就刚稍微150年，就是如果我能活到150年，我就可以带你们看150年的广告。3个星级就是不用在意1500年，秦始皇做梦，做梦要是想到我能够活1500年，只需要带着大家看广告就能活1500年，他会气得吐血。那个红色美梦姐吐槽的小点战神，然后那个是拿掉了，但是你现在可以单独的针对某一个玩法去搭一个人格卡，然后比方说你像单独打一个巨力，带你们看物种进化，其实都加了相应的。我带你们看一下物种是如何从刷出来的时间，就是让你这个挑战从海底进化成这样的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给了更多的策略性，能够让你专注于某一个玩法或者某一个类型来组建卡牌，然后你也会获得对应的收益。对，然后当然这个是异界卡牌会是我们一直持续往上新增的内容一个主要部分嘛，所以对，当然上赛季因为是刚重做，这赛季是第2版，我们后面赛季也会持续不断一直优化。那其实整体的思路其实就像 S1 赛季的，就是我自己组个卡组，然后是比如说我刷狩猎的、刷巨力的、刷机械的，稍等一下，可以这种策略再去做。对，是的，明白，那这样挺好。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还剩几分钟？你刚才也说了，爆米花问你个问题，我先问你们个问题吧。咱们的上链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呢？那么有没有可能你弄一个那个切换的那个方案？你说一套一套的是吗？对，这个快速的切换。其实我们但我们其实有想过要往这里加，但是我们这个版本就把呼声最高的先做了，后个版本大家特别想，很麻烦，要换12张。对，是的，而且然后我刷氪7我一套方案，刷氪8我一套方案，那太麻烦了。那这个我们可以记录安排一下。对。然后我刚刚看到有弹幕在说那个魔方的掉落，然后确实是不是魔方的那个。我是谁？你还记得吗？刚刚在那个前瞻里面先有鸡到，然后那蛋从哪里来的？你告诉我。就是魔方的抽取速度，单抽的抽取速度，包括狂想的速度，就是它整个动画是有加快的，比以前会快很多。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先有哥哥10连或者说一键。为什么一说到哥哥我就想到了？原因还是就是这个玩法本身穿吊带打篮球的那个。这种玩法，如果一键相当于它带来的超额税就太高了，所以我懂，就太快了，对，就相当于获得很高收益。对，我点一下全部都拿到了。对，是，所以这也是就是不得已的方法吧。对，主要是在各个赛季的玩法中间做一个平衡。是的，对，相当于玩家现在可以狂点了，但是该点还是要点。是的。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扩充页的问题，那看来不记得了。你每次来都问我，现在是好像是说那个我是谁，你还记得吗？你记得我是谁吗？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嘞？我记得这句话。上来切换可以直接切换，对，上来相当于大家都有3页，然后但是它价格基础还是3页，然后现在
等于是多加了3页，然后这3页解锁的话是需要花费元金，然后可以在主界面就进行直接一个快捷切换，甚至在 PC 版的话，你绑定快捷键之后也能比较快的进行一个切。对，明白，就需要了解。对，然后以方便大家在挑战不同的赛季玩法的时候，能快速切到自己想要的一个弃灵方案。对。然后我想问的是，这个赛季玩法的强度如何？就是这个噩梦的难度怎么样？对，你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本意是希望噩梦和美梦就是美梦是大家当然就很开心了，就里面杀怪，然后捡东西，然后噩梦的话就是带一点压迫感，能够让玩家就是产生一些。当然我们自己内部体验的时候已经就是削弱了很多版，因为每次进去我们想营造的体验是那个小光头好坏哦，你是可以完整的全身而退的。你们觉得这4个男的哪个更帅？会扣除一定的奖励，然后那还行，扣除你那个泡泡6死因为关卡就没了嘛，对，所以就是失败。但我们就是你们觉得他们几个人哪一个最帅？在里面死得非常非常惨烈，对，死去活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前期我 BD 强度不够高的时候呢，我就打2层我就跑。就直接选择打噩梦，然后拿到奖励走。那我们进噩梦的这个选择应该是随机的，就是有可能出现，但是前期确实更容易进入噩梦当中，所以噩梦的强度也不会很高。就是当赛季玩法天赋可能点到比较高了，你自己 BD 也够强力了，那你可以就是攒更多的美梦层数，然后挑战更难的噩梦词缀，然后拿更好的奖励。对，这本质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确实就我们是有一定压迫感，但现在其实削弱很多版之后，是的，倒也还好。要小心一些，对，反正还是提醒大家尽量小心一些，就是尤其是在你选了一些比较难的噩梦词缀之后，是它的那个难度可能会陡然升得比较高，这样会有这样的一些对。那关于这个玩法上，就是其实刚刚我看弹幕也有又臭又残，就是我们名城其实这种它也是点燃一个东西然后出现怪嘛，那会不会出现像之前名城一样，就是出怪速度很慢，或者是有很多动画什么就对这个有优化吗？其实当然就是迷城这个打断刷途径的是我们包括策划在内，包括我们自己开发在内是非常痛恨的一个点，所以我们这个赛季是不会有任何感觉，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进图点一下睡莲，啪，它就进入美梦了，然后就全怪出来，全部怪就出来了，就是你正常一个刷图，对。然后，但如果你要进噩梦，就是试图进入美梦的时候，你就直接进入到噩梦当中，然后你就进了一个单独的关卡，就是对你整体的刷图体验。而这个是大概是每隔几轮美梦才会有一次噩梦，所以就是整体体验是比较流畅的。对哦，就美梦是直接开完在这个地图不用跳画面，是的。但噩梦需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地图，对，因为进入到噩梦之中，是的。了解。另外我问一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季前赛我们也玩了，也看到了那个这个强度，就是月女一的那个卡快照，在看收费。我们保留了这个机制，然后啦，看完嘛，看完嘛。其实之前像有很多对，因为其实这本质上是算是就我们是希望有，比如说下次核心线造成伤害这种机制能够一直运作，但是只不过因为上赛季的月女它可能有些超额运作，就我们保留这个机制，但它一些数值进行了调整，是的，就它还是很厉害，对，但是不一定有上个赛季那么厉害。对，可以玩，就是大家可以实际再体验一下，机制是保留的，然后西亚它的一些追忆和特性这些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然后还是希望保留这个可能性吧。对，其实像从美梦打造里面，我们能够把那个雷光冷影的绝眼，就是对，就是那个死罪萃出来，是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我们不是说节奏去掉就没了，对我们还是保留它的，只不过可能。对，不会像上赛季那么夸张，不会真的要跑去给我收费了吧？那现在我们先打1到一半的话，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记得去兑换我们的赛季前瞻观看奖励的礼包。看我也是，记得礼包我看不见，大写就是 TLSS31229，然后奖励的内容是300的碎裂元金，然后它的兑换时长也做得比较长，就是大家可以告诉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来兑换。但是每个账号仅可兑换1次，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OK， 那我们继续来进行后面的一个疑问的一个答疑，然后也是我们从社区里面收集到的一些玩家的疑问，然后借由2位嘉宾来向我们1分钟50元，天哪！你看我哪个内战打到系统之前原生的那套吗？没有，拿去吧。就是以前那个打造系统很拉垮，然后上赛季改的不错，体验都很好。我们在上赛季基本上
只加了一些易用性的优化，像刚刚其实有玩家提到自动打造，自动打造本身我们没有做，但是我们就是把整个打造的流程吧，就是更加的，就是相当于原来你可能要保留一个结果，然后再导下次，现在你可能可以一键自动重打，流程做了体验的加强，对，包括我们其实像整个界面也做了一些适配，对，就是能够让这个怎么说，就是打造体验会更好吧？对，然后当然我记得你这个名字，对，然后当然还算是词缀库做了一些波加强，加了很多新的词汇，然后包括因为我们改了冰结的一些机制嘛，然后加了一些冰结啊，还有射线之类的词缀进去，就大家到时候可以先看一下。我还是记得你。然后编年史我们那边也尽量早点上，让大家可以提前没改就好，没改。不是来看美女，不是来看一群男人。美女主播刚刚不是出现了吗？比较少的，会比较保守的，如果要改是会比较保守进行改动。是的，是的。那小斌仔，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交易行现在不是可以都互通吼？就其实我有看到很多人就是说交易行互通之后会不会导致说物价各方面有问题波动？就是其实你们在起初想要说让它统一的时候，是不是出于什么出发点？不认识我的名字？不是，是因为这个我可以打。你羞辱我！出发点还是希望有一些比方说像国际服它的一些之后不会有很严重的内容问题。我们包括这两天也还在稳定，保证它的首发版本是给大家体验正向的一个提升。那假设就是说我确实是编辑了，但是就是我发现掏钱你先费，然后真的存在于就是你搞的鬼，就是如果它真的有漏检的东西，我自己肯定是发现不了的，因为它就是过滤给我什么我就拿什么。兑换码是什么？你往评论上面翻一翻，系统上会不会说去监测到一些，比如说某个玩家他编了这个东西，但是他掉落的东西其实不是他编的东西，过滤掉很多他需要的东西，有没有这种就是去监完之后，然后后面在版本中进行改进的？对，我们倒是做了一个新的改动，就是我们之前赛季我们可能应用一个新的过滤器，你可能要重进地图才能看到，但这个赛季就是你可以摁一个自己设定快捷键，然后或者是调整一下，你可以立刻看到整个场上所有掉落的物品。然后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假设我过滤了某个东西，然后我不放心，我可以看一下地图上是不是有不小心被我过滤掉的东西，而不用像之前是说我需要先切出去，然后再进去再回来看有问题了。现在我可能是说我刷完一个，我给你投食，你张嘴什么都没掉，我有点生气，我看一下它到底掉了什么东西。对，我就怕这种会浪费掉。是就我们不能说有一个很好的检测机制，它是能保证它没问题，但是我们给了一个。算是一个更快捷的对检测方案，对，就是如果我们不放心，或者是不放心我们这个方案是否真的好用，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上一共掉了哪些东西。是的。然后就如刚刚丫其实也有提到，可以打雪人吗？作为一个新人或者说对游戏不太了解的人，在用这个过滤器的编辑它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没那么容易上手，所以我们也比较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很擅长编辑过滤器的一些玩家和一些老猎人有这方面经验的，就是希望大家有一套成熟的方案之后可以分享出来给大家，这也是我们还是就是在首发版本也同步做了一个分享。好久打，什么时候发车？所以会说主播等看完啊，对，所以刚刚噩梦小姐希望就是一些好用的过滤器，希望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玩家群中间传播开的，对，大家都用最好的，肯定是我们希望。是，我也想要呢，我还等着呢。可以。对了，刚才那个视频里面有那种一键超 BD 的那种东西，对，挺好用的。是的，为什么导不出？这个它还是有一点点复杂，因为就是像比如说，我假设在看到某个大神做了一个特别厉害的 BD， 原来我可能要做一个很长30分钟的视频讲解这个东西怎么做。对，你要讲它。对，我现在我可能就是直接讲一下原理，然后我在我的视频下方挂一个这个 BD 推荐码，然后我到游戏里导入，包括我们后续会跟其他的一些合作来做到一些对3方的那种，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在网页上自己自定义。这其实像很多大家也聊了很，但我们这个赛季现在还没做出来啊。就我们后面赛季会，因为我们先有了游戏内的，那其实后面往游戏外导入也会更方便很多。所以就是可以能够直接看到它的技能搭配，像天赋这东西比较方便。当然
装备这一块还是有一点复杂，我们对装备比较难因为它像我就想问装备这一块是怎么弄的？太随机了，装备比较难抄。我们好像是按传奇装备可以在拍卖行高亮，但是打造装备是没有提示的。我以为会出那种词缀对比之类的东西，就像那种传统的 RGP 游戏那对比一下身上，哎，这个加血，这个加伤害。说之后可以这么，我们尽量往这个方向上去优化吧。我希望可以有这个东西，是的，这样就比较明确一些。对，而且其实对于比如说大家想分享 BD 也会更方便，因为其实确实就是多了一键导入导出，而且我们其实在游戏内会有了一个类似于大家点赞最多的这种 BD 会有个热门，还会点赞啊，对，只有点赞，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在抄的过程中，一些传奇装备是会打星标，是吧？是哦，你刚刚说，对，我也记得是会，那就问题来了。我们回答还是尽量以上线为准。我记得，对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准确的，但是有一些小的细节上的区分，可能后续有所改动，但我不太确定。对，天赋点那儿它是确实会有个高亮显示，会引导你去点那个大点都有一个标识。对，那传奇它能显示，那传奇装备方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本身保留了名城的打造，能打出5T0，然后1T1已经很强了，然后又加上这个梦境可以去加一些传奇装备的词缀进来，那必然导致我们打造的装备的15秒送一个，那是否送一个复活币吗？传奇装备还是会，我都不知道有这个活动的，就是基本就没用了。倒也不是，因为我其实这里面片子里面没有放到，就是大家可以之后看赛季更新日志，赛季更新日志里面有很长一列都是我们传奇装备的一个加强和一个调整的一个展示吧，就大家可以到时候看一下，就它不会说完全没有用，我们也调了一些东西，然后同时也删掉了一些可能效果不那么好的传奇装备，对，然后可能在之后的版本里我们会把它重做和优化，然后让它再上铁。然后另一方面就是美梦词缀，这个其中的一个，那你觉得我是暗恋哪个呢？是那个充满智慧的家伙吗？对，可能这个赛季先挑了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熟知的，然后可能后续会以轮换制的形，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啊。现在正在说话的这个江不会导致所有案件全部都是于他的能力。是我们其实核心是希望说过程嘛，就是大家先解垃圾，然后找到一些比较好的传奇装备能够过渡，然后这时候打造装备，然后我们再给提供一个最终极追求，可能是既能满足打造又能满足传奇装备强度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但当然就是传奇装备本身我们也是提高了强度，对，是不会让它失去能力的，而且不会把所有词缀全部都能够可替代性，就是传奇装备还是会保留它独特性的。是的，然后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有，比如我想打一个典狱长胸肢的暴击词缀上去，是的，然后他放了一个类似于典狱长胸肢的图标上去，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就是可以定向做出来，是不是？是的，就是你可以拆解典狱长胸针，然后拆解出来的，然后你可以获得碎片。拆解就是好了，这边的小伙伴们，很热门的，我们转移战场，把碎片打上去，拆解出来。所以其实这些就是说转移战场啦，热衷的传奇装备，它的笑的没有爆米花好听。至于说没用，更保值了，对，因为有眼光，觉得它没用的。好了，先暂停一下喽，先暂停一下喽。一直都是处于一个稍后再开启。一件装备能拆成几个碎片？一个碎片啊？对，直接吃掉。一个用一次，这个装备废了，那个传奇装备也没了。可能是几个用一次。好像我看到它是三个碎片可以，就是定一条这个装备上的。对于这个就是美梦打造在下面打造传奇装备这个词缀的定义也是有点，甚至有点接近于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就是超稀有的那个石板，就是一个非常后期的追求，所以它整体的造价做出来装备上限会更高。对，它是个很高，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能够达到。对，这更多像是一个念想，而当然了，我们也限制了身上能够装备的美梦3件是吧？对，不能说你身上全身都一定要打，这个就是我。对，你要是之前你都不吃保底，你全部拿满，那确实是对极端的情况。但是你也缩减对一个平均保底50%，但是没办法，世界上是有欧洲狗的存在的理解是的。但是现在如果你足够欧的话，其实也应该会省到比较多的成本。对，那可以理解成我获得1级的难度，我感觉这个男生有一点点的优势可以8折，优势可以提高了，是的，对，主要是你拿可能拿这个男生最左边的这个男生有一点点的紧张。了解，他整个会比较平滑一些。
你说你来，不用大哥先来，都可以聊。就是就上个赛季的季前赛对吧？我也体验过不少时间，然后我看论坛上吐槽的人也很多，就总体啊，就那些难听的话我就不想说了。什么时候说你们设计的太过保守了？专场回归，怪太少了，爆率也太低了，就这种啊。对，有没有？暴率如果下次还开，会不会让我们刷的爽一些？你们到底是盗墓解疑还是主播？谢疑聊天。但是可能，我们的一些传达上会有一些误对传达上造成对，因为我们其实是相当于各项的调率，但当然了，就是我们有了自定义调率过滤器之后。大家的体验会有明显的提升，因为其实像上个赛季的季前赛，就是我们调率是可能确实真的提高了3倍，但是垃圾高级时区有没优化？我记得他前面说过有优化来着。垃圾，一堆精装。对，但是却没有想象中的东西。对，但是有了自定义过滤器，大家可能会更明显，就是我假设是调的每一件装备我都想捡，但我会发现季前赛期间我想捡的次数变多了，那其实这就是你们的爆米花又回来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你们回来了吗？现在过滤器。没有那么好使，然后我们哪怕提调也会就是整个的打宝体验会因为掉了太多垃圾而受到影响。那后面好了，就是你看不到那些垃圾了，压根都不想看它。对，我还记得当时论坛有一个玩家写了比较长的一个帖子，其中就有提到，就是掉了一地的东西，他不知道哪些是有用的，或者说也可能都不是那么有用。他在吐槽，就是像进入一个大超市里面，就是琳琅满目的商品，但是他不知道哪些是他需要的，或者说有价值。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昨天人家问的，就是说交易行是否能够就我们洗装备的能够，就我们洗装概率高嘛也高，不高嘛就是点到腱鞘炎都有了，就是可能一个装备就其实这个东西点到腱鞘炎都有了，买99个能不能搞到什么999，或者是为什么一直不改，是有什么考虑的因素在里面吗？可能我们听声不看，那你们在干嘛？你们画面在干什么？就唯独那个能量，那个叫什么能量核心，对，他要洗装备，然后就我要去就一排扫全部过来，然后就去点完之后他失败了，就本来就不花多少火，然后就很烦。有弄成999吗？还是说能改？我记得还能改99，但这个应该可以改。什么时候？不知道。这个赛季上线的时候能改吗？这个环节别叫弹幕解疑，叫嘉宾户的环节。那我们在点那个洗点的时候，能不能有？就是这个应该不影响。感谢喷茶的小伙伴啊！比如说我一次洗10次，然后如果假设洗到第9次它好了就停，就是那种嘛，你们应该知道，就一键洗，就有点像自动。就我们会考虑的，把它加进去嘛。得想一下，这个我真的觉得得加，因为这个不会影响游戏平衡吧？就是改个999这么麻烦吗？大家评分最高的先改掉，然后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想做的优化项也很多，是的，我们是慢慢排，慢慢因为这个很多粉丝都在反馈洗那个点那个真的点的。特别是手机，对，我们优先还是想把自定义过滤器这种能够给整个体验带来比较大提升的内容先做好，然后再一个上线大家就是提的比较多的内容，对，像刚刚说的堆叠数量啊，就是打造啊，都会有，对，相应的方案。还有弹幕说的手柄优化也是有在做的，就那个 A 键的问题应该是能得到解决。手柄优化提到了，对，A 键不能确定是当时应该是有个策略的问题。是的，现在应该都改，现在应该是回归到。一上来的那个意见体验，对 ，S1 赛季的手柄已经会优化掉，手柄现在体验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看后台用手柄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用的还是蛮多的，对，手柄确实能比较提升游戏体验，对，这个也是会弄掉的，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视频里面提到了那个时空2加强了，但是只说了一句话，还有那些别的那些弱势职业，像是时空1，它使用率也不高，这些弱势的职业是怎么加强的呢？其实像其实这回来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有问到我们下个赛季是不是只有一个新英雄了？这个是我们这个倒不好坏呀，剧情能不能改一下，折磨一下工作室？下赛季包括后面赛季之后，对之后都应该是一个新专星或者一个新英雄，因为我们想起刚刚他说的那个精力花费在刷子游戏用手柄确实很新的，但是老的不管，其实我们自己对是知道挺好的，没用的就一直没用。对，但我们向上届其实大家刚刚也看到了，就是看到了吗？冰燕变厉害了。应该是有提了一下，但是没有详细讲。多厉害倒没有提。这里可以详细讲一下，因为冰燕它是那个金马的冰结之星，它是跟冰结的那个机制强度绑定的嘛。对。我们之前一直不调，是因为要
从机制来入手来调它。然后这个赛季冰结的机制几乎等于小重做，然后所以冰结之星它的整个体验和各方面机制都会有比较大的改变。然后这个详细的东西是会放在那个赛季更新日志，应该我之前跟同事应该说的是8点，现在8点过了，应该是官网能看得到赛季更新日志了，大家可以去官网看一下赛季更新日志。对，我也看到弹幕有比较多的人在问这个蓝帖，就是赛季更新日志应该是在官网官网现在应该已经上了，大家可以去官网先看一下。对，就已经上了吗？当然以上线版本为准。可能会改是吧？说到可能会改，会不会存在比如说数值已经差不多，然后在上线的时候，就像上个赛季名城确实上线完之后数值改了，有些东西加强了，然后在临时改了。我们上线其实那个应该算是就是我们就是有红字，但是后来这个我很知道的，就是对。特别是冰焰1嘛，冰火融合嘛，就是数值上，然后包括一些闪避的数值，就是在已经版本上线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好坏啊，一直把那个剧情能不能改一下，折磨一下工作室。改了红字。其实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完全统一，就是我们内部改的和放上去的还是有出入，对，太多了，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是对，而且因为它其实我们每一个赛季更新日志，它是要把很多所有人的成果一起合到一起，然后在统筹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疏漏，就有的人就是可能没有更新的及时，到对外也会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最终还是就是，但我们尽量对，我们尽量保持一致，就是这版本出了之后，就是在上线的时候，毕竟大体是不会变的，该云还怎么云还是都可以怎么云，像P2确实很厉害。因为云完之后发现游戏好像都有很多的，怎么这个数值调了，就是前面云的全部推翻，然后又要重来，就很尴尬。对我印象很深，然后而且上个赛季当时77和成员也找我说了这个是很严肃的说这个问题，是的。然后我们其实也跟他们做了一个一些解释和也跟他们聊了比较多，就反正今后我们都会尽量避免这样的问题，就不会让大家就是还是不希望让大家的一些成果啊或者是什么可能就付诸流水啊，就没有什么用，我们会尽量避免这个问题。多了之后不要有太大的改动。多了之后，你可能就表情包就会变多了。我们内部也在使用啊，可以的，没问题。然后刚我看弹幕有提到这游戏它把那个，然后这两个模式所有的那个交易行都合并了，他们的调率应该暂时没有做过特别的处理。国外的交易行都合并过来了。体验可能是跟正式的常规的赛季常规的模式是一样的，不会有特别可以买一些现成的东西，不会有特别的提升。然后这个我们会在之后的可能之后的赛季在开这个模式的时候会对它特别做一个调整。然后这个赛季因为工期比较紧，就没有来得及对它做一个体验优化，只是先月卡能不能自动领？我也想问。看到聊很多那个高级时区，因为之前上个赛季有那个就是用来打造神格石板的那个材料，那个鞋加进去，它现在可以自动分。我刚想问这个高级时区的东西太少了。对，是它很多人在说。然后后续像优化这个，我们尽可能就是把高级时区能够做得更省心吧，但是我们也不想就是剥夺玩家看到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在地上然后捡起来的感觉，因为如果是所有东西全部都是一闪而过就进包了，就失去了那种打宝的快乐嘛，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条件筛选上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主要上赛季那个打造材料因为魔方的问题啊，砍的特别多，魔方的问题，对，所以但没关系，那个已经进去了。但是高级版的打造石板好像还是要收点的，好像对高级的还是要收，但那个量也比较少，对，因为高级本身量也少一些。对，像那个低级的能够直接用来洗神格石板材料，就是那个蓝色的，对，直接进高级，然后紫色的那个就还是要对，但那个量不要自动拾取，要不然工作室起飞。那就是其实一直没有聊到。他们不是说了吗？自动拾取它的机制会没有那个体验感。就它里面写到的是，它就是会获得斗志，然后获得斗志王之后呢，然后会使得它的格挡就是转化为额外伤害。但有一个问题是，他要格挡之后才获得斗志。那如果这个英雄怎么就变成好像我要被群殴之后我才能变高伤害？然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那打桩，我要测伤害的时候，我没办法。这个他有没有自我格挡的机制，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装备能够让他自我格挡，能够一直产生斗志，还是说真的要被打？它可以有一些手段可以持续来获得斗志，保证这个斗志的续航。
就是哪怕在他没有被打的时候，也能保证一个斗志的续航。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在打桩的时候让他被对暂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对，会存在一定误差。最好是等自己斗志攒得比较满的情况下。自己受伤能不能格挡？我记得是不行的，因为击中伤害才能。就像有那个衣服叫永夜还有公牛对自己造成腐蚀伤害的那个衣服，它能够被格挡掉吗？我记得是不太行。怒火狂飙之类的东西，以上线舍身也会对自己造成伤害嘛？就舍身，因为像之前有些他们在聊装备，伤害像能触发魔核，有些对是。但这个能不能被格挡？我建议以上线为准，大家测试一下那就是有可能是吧？有可能，因为我不太清楚。但它确实可能就会存在它如果它在面对一些攻击频率不那么高的 BOSS 的时候，是会对，是也不至于降很多，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劣势。8点半，但还好，因为它对会存在。就如果不被打的情况下，我获得就是格挡，就是获得那个斗志的概率高吗？其实因为它不只是格挡获得斗志，它通过别的地方再等我10分钟，但是它还有一些伤害是通过被格挡，就是格挡的那一下会触发，就是可能会损失掉这一部分的东西。就是斗志的续航是能续得上的。那其实如果假设我玩这个英雄，他新英雄肯定会玩嘛，对吧？然后更多的其实我要以实际刷图的效果为主，而不是说打桩为主了已经。是的。就你可能实际刷图很厉害，对，但是打桩看起来，怎么伤害这么低？但是去刷图，哇，好猛啊！有可能会存在，真的会这样子啊？有可能会存在，因为它的机制决定了它确实是只能这样，我们可能只能在后续再优化一下木桩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些东西，来让它尽量让它的伤害通过木桩能测得更真实一些。然后说到这个木桩的上限又提升了，它的木桩的上限又提升了5000亿。对，然后主要是因为这个赛季加了新的养成，然后所有的难度都比以前难，就包括氪8，所以我们的整体对，所以它的那个木桩的上限提升，然后难度也有了铁暗恋。然后那你说我暗恋哪个？你说。对，因为我们对，说到这个，我们把我看你猜得中不？明天的头条就是爆米花暗恋对象出现在大荧幕上。可以，哇，之前一张星标8星标几十，我要说以实际为准哦，确定吗？我还是以实际为准，因为实际可能比它更高啊。光头，真有眼光，选了个最帅的。你还可以选择携带对应的卡牌来获得更高的收益，是有专门刷氪8信标的这种流派存在。对，有这种组合存在。就是在策划上，你们在写那些程序上就已经是明确的，就是说在以前的基础上调了2倍，只是说我具体再往上高。比方说像它不仅是一个地方，我们把各方面的都调整了。对，比方说像监视者原本掉1张，现在可以掉2张。对，然后因为监视者的掉落也提高了。对。监视者的掉落也提高了。它其实应该是大家能明确感受到它提高的，就不是一些就再也不用说30货买一张氪8票然后30多货买一张真空票。能够希望它甚至于一定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对，我们尽量自给自足，希望大家的希望就是还是，但是氪8现在很难。核心是降低购买的材料或者刷它的时间，就是购买氪8信标的时间和它的价格。核心是这个，就是让大家都能刷。但是就是氪8现在会对相对于以前它的对于输出和生存的要求都比以前高。因为有了噩梦和美梦。对，也是因为这个元素还是它本身也难高了。对，光头对面那个是哪个戴眼镜的吗？45层只提了45终极的那个，前面最终极的那个忘记那个领主那个。对，前面是没动的。对，那氪7的领主跟氪8领主有动吗？就是会你说的，我觉得变强了。我觉得难度没有变，它没变是吧？对它，你倒是给我固定一个人我觉得其实对大家影响不大，因为其实对主要是熟练的老玩家磨都能磨过去，就过去了。是的，主要是这些。然后大家再看一下，今天还有别的问题吗？新技能那个电球那个是激光，然后出球那个球有没有上限？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吗？有上限有上限，因为很难。那个球它的上限是由那个射线数量决定的，所以你的射线数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射线我没打中怪，它能不能出球？
就我一定要打中怪？不用，所以它可以不用打中怪，它可以自走。哦，就我对着空气戳就行了。它就是浮游炮，因为我重点体，我很喜欢这个技能，我就觉得这个很帅，对着空气戳，把球戳满之后就直接跑。是的，它可以当浮游射线流。那它的持续时间有多长？我记得基础好像是4秒，但是其实是够用的。就是它能做到一个跟着你走的浮游炮的一个效果。你要是用能不能跟那个法术那个叫什么呢？迸发吗？迸发，对，是的，能不能联动？你逛一圈了，你去哪里逛一圈了？它可以法术迸发，但是你去谁直播间逛？你这个花心的男人，他还算是渣男，特别帅。对，是很有意思的，确实看起来几个技能都挺有意思，刚看了确实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其实鸭有重点体验另外一个技能啊，因为飞盘，对，就是那个丢出去会丢一排糖，对，然后会飞回来。交易行重复装备太多，当然大家可以自己提啊，叫飞盘追狗。这样吗？我们扔出去，然后就是我们扔出去飞盘之后，然后他们不闪说的。自己往前跑，然后飞盘不是在回来路上，他会把回杀掉，对，但是他会一直追我，然后在我们就一直往前跑。学习通是什么意思？这个 BD 还挺有意思，就是你的移动速度足够快，他回来，他只要不碰到你不回收，他就一直能产生伤害。是的，还挺有意思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快照，所以他还挺厉害，很有意思。对，所以恶影怀表有调整，恶影怀表想起来了，大家可以去看更新日志，恶影怀表有调整。对，大家一切还是以更新日志和最终实际上线为准。对，我们这边，太谢谢做作业的 PPT。好，那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去那边逛了吗？聊的是这个。粉丝还有什么疑问吗？那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记得兑换今天赛季前瞻观看的一个礼包码。然后这个礼包码的内容的话是300的碎裂元晶，然后也可以本身它的生效时间非常久，然后也希望大家分享给旁边的猎人朋友。那可能我们今天的整个直播的流程就差不多要先到这儿了。然后12月29号早上10点就是全球一起开服，然后大家全球一起开服哦，梦魇新赛季的全新玩法。然后2位嘉宾应该到时候也会直播，也会带着水友一起去冲一下。会的。行，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先到这儿。可以。好，那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赛季前瞻直播，大家新赛季有点害羞，我觉得这个小男生有点害羞。后宫佳丽3000直播只看女人，我不信。好了，拜拜。